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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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佛前
阿
请智坛师开示，大众请合掌，至心恭听。老和尚慈悲，诸
诸位师父，以及在座的精进菩萨们，大家好。诸位这次回到山上来，参加庆祝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期。每逢观世音菩萨的成道、圣诞乃至出家这3个纪念日，来打佛七的莲友总是比较多一点。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不要说佛弟子认识观世音菩萨，就是世间上一般没信佛的人，也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因为观世音菩萨特别的慈悲嘛。在我们众生的心目中，观世音菩萨就好像最慈悲的妈妈一样，能够满足孩子一切的所求，解救孩子一切的痛苦。所以众生有苦难，都会称念观世音菩萨，向菩萨上香膜拜，祈求菩萨慈悲加倍。可以说，救苦救难就是我们对于观世音菩萨的认知。凡夫嘛，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有种种的痛苦。诸位回到山上来，相信每一个人心中一定也都有苦，都希望观世音菩萨来为你救苦救难。但是这个救苦救难是有层次的哦。大家已经学佛了，对于观世音菩萨的认知，不能再像世间人一样那么肤浅。你希望观世音菩萨为你救什么苦，解什么难呢？这是诸位菩萨在打佛七当中应该要明白的道理。其实打佛七时，本来应该是横起解决的，就是一心的执持观世音菩萨，与菩萨感应道交。所谓一句弥陀，横起解决，单提一念，斩断万缘。能够做到这样，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这样的程度，实在来说，我们都还办不到啊。你不明白道理，甚至还修错、求错了。所以老和尚告诉我们，横起解决固然是不错，但那是对久修行的老参上座说的。如果大家都是老修行，正当在用功的时候，那你多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嘛。可是现在状况不同哦，灵岩山寺才开山20年，大家都还是初发心，就是已经学佛出家多年了，但是对于佛法的修持以及知见的确立都还不够稳固，好像空中的羽毛，可上可下。所以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解横并重。那这个解要从哪里来呢？从听闻中来。你决定要从听闻佛法当中，对净土法门、对老和尚的法
升起圣解。灵岩山寺的法是一佛乘的佛法，你想要得到这个法，契入这个法，不是你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懂，光打佛七就可以的。如果光打佛七就可以，那其他地方也有举办佛七，诸位又何必选择到灵岩山寺来？灵岩山寺的法为什么尊贵？因为灵岩山寺有老和尚的法，有老和尚的法才妙。如果不以老和尚的知见为知见，不奉行老和尚的教诲，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这个一佛乘的真实功德。老和尚希望来打佛七的人越多越好，为什么？是希望热闹一点吗？不是哦，是希望大家赶快来求了生死啊！所谓灵山有诸功德宝，任君虔诚各自求。你要明白，我今天来灵岩山寺是做什么的？我来打这个佛七有什么意义？这些都要从听闻佛法中来。听闻了以后，你再去正思维，正思维了以后，你再去修，那你修起来才有力量。这次的佛七是观音佛七，又正逢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因此末学就以赞观音文为主题，来与大家一起认识菩萨的功德，学习菩萨的慈悲。末学先把赞观音文的全文攻读一遍。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成妙功德，巨大慈悲，于一身心现千手眼，照见法界，护持众生，令发广大道心，教持圆满圣号，永离六道，得生佛前。无见众千，禅心恶极，莫能救济，悉是消除。三昧辩才，现生求愿，三业清净，当生成就，皆令果遂，决定无疑。能使速获三成，早证一成佛果。威神之力，叹莫能穷，故我一心归命求哀护持。大家每天早课所唱的赞观音文，是老和尚从大悲忏上取下来的。大悲忏是天台第17祖四明之理法智大师所造，是一部以观世音菩萨为忏悔主的观音法门。而赞观音文就是大悲忏最前面一开始赞叹菩萨的文。老和尚把它取下来了以后，又将里面的内容稍微做了增订，使它更加的圆满究竟。恩师说，只要能够把这篇赞观音文唱好，就能入三摩地。希望诸位菩萨都能好好的听闻义理，在唱诵时也就能够随文入观。好，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赞观音文的文句。文曰：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这两句
是在为菩萨开机显本，显示菩萨的本机。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地。现前观世音菩萨，是菩萨从本垂机的示现。白话一点来讲，其实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早就已经成佛了，得号叫做正法明。成了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本当可以安享常极光之乐。但是正法明如来度化众生的因缘尽了以后，他看到还有无量的众生仍然堕在三恶道中受苦，因此又到驾慈航，示现做观世音菩萨来救苦救难。所以说现前观世音菩萨。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上，佛陀告诉阿难尊者，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明，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皆应恭敬，莫生轻慢。我们台湾灵岩山寺承袭着苏州灵岩印祖的道风，印祖在生时都是以一佛一菩萨来度化众生，而我们的恩师老和尚同样也是以一佛一菩萨作为我们的道风来教导众生。也许会有人想，念观世音菩萨与念阿弥陀佛的功德一样吗？当然一样，是平等无二的。为什么？因为观世音菩萨正法界。老和尚曾经告诉过我们，他自己怎么念观世音菩萨呢？老和尚念南无法界藏身观世音菩萨。老和尚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一样，都是法界藏身。什么叫做法界藏身？就是圆正法界，以法界为身，成就了佛道，才有法界藏身。而正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法界藏身，所以念观世音菩萨就等于念阿弥陀佛，也就等于念十方诸佛，是无差别的。所谓愿生无量，与毗卢同称丈夫，得举一毛，虽普贤莫知边际，故刹那称念等百千亿兆之如来，偶尔受持胜62恒沙之名号，信乎名号尊贵，难可得闻。其实在观世音菩萨的11面咒经上，菩萨也告诉我们，若有受持百千俱之挪游托诸佛名号，复有暂时与我名号至心称名，必二功德平等平等。其实何止是等同百千亿兆之如来？观世音菩萨既然是古佛再来，那我们至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等于圆念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圆具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所以大家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一定要决定无疑。
印祖在生的时候，不但是以一佛一菩萨来教导众生，特别是在印祖圆寂前的近10年，因为社会国家动荡不安，所以印祖特别强调要众生遇患难宜专念观音。印祖在他77岁时，写了一篇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启示。他希望报社能够为他刊登，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到。印祖在这篇文章上说：凡遇种种危险者，果能至诚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即可蒙菩萨加倍，转危安。现在杀劫弥漫，全球皆无安乐之处，亦无安乐之人。愿中外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同以观音救苦救难之心为心，同以观音利人利物之事为事，则人我念空，斗争世袭，自可同享太平，共乐天长。纵令定业难转，亦可仗菩萨力往生西方。印祖与恩师都是这样苦口婆心的要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千万不要认为好像念阿弥陀佛功德比较大，念观世音菩萨功德就比较小，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只能救苦救难，念阿弥陀佛只能够往生西方。印祖告诉我们，念佛念观音均能消灾免难。阿弥陀佛48愿，岂有不救苦厄之事？观音菩萨随机示导，岂有不接引生息之理？生息当以信愿为本，若遇危险，念观音，有信愿，命中决定生西方。所以不管是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功德都是不可思议，都能够往生西方，也都能够救苦救难。老和尚常说，灵岩三寺就是以念佛念观世音菩萨求生西方为正行，以万善勤修回向西方为助行。这是我们灵岩三寺的道风，大家应该要依教奉行。好，以上我们说完了观世音菩萨的本地果位以及垂基应化，现在再来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当然，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无量无边，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测度的，我们只能够感受到菩萨的慈悲。其实不要说是凡夫，就是连佛陀都不能够说尽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所谓具无量德。诸位菩萨回来打这个观音期，就是希望能够与菩萨感应道交，就是为了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希望能够得到菩萨的加倍嘛。如果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一点都不明白，那怎么能够与菩萨感应道交？又怎么会对观世音菩萨生起感恩心呢？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菩萨的无量德行中，以重点的方式，借着赞观音文的文句来认识菩萨的功德。前面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已经讲过了，
后面的文字我们把它分成2大段，从成妙功德具大慈悲，一直到永离六道得生佛前，这是在说明观世音菩萨性体、性量、性具的功德。而无间众千禅心2级，一直到最后的故我一心归命求哀护持，这是在讲观世音菩萨对于娑婆世界众生的特垂慈悯。我们先来说第1大段的文字。刚才有说到具无量德，什么是具无量德呢？优溪大师说：云何具无量德？为性体、性量、性具也。今天末学就以性体、性量、性具这3个科目来与大家认识菩萨的功德。我们先说性体。什么是性体呢？讲白话一点，性体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优溪大师说：云何性体？为此心性离4句，绝百非，体性坚宁，清净无染，不生不灭，常住无坏。大家唱赞观音文，成妙功德，具大慈悲，就是菩萨的性体。观世音菩萨的心成妙功德，观世音菩萨的心具大慈悲。所谓成妙功德，成就是成就的意思。那妙功德呢？功德就功德嘛，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妙字？智者大师说：所言妙者，妙名不可思议也。什么样的功德才能够叫做不可思议呢？假如你今天修了很多的福报，做了很多的善事，将来升到天上去，你成就了一个大梵天王、忉利天王的功德果报，当然那是比人还要好。可是那还是可思议的境界，不但是有违法，而且还是有漏在3界。如果你今天成就了阿罗汉、辟支佛乃至菩萨的功德，当然那已经是很殊胜了，可是还是不能叫做不可思议。那什么才是妙功德呢？这个妙就是妙真如性、妙觉明体、清净心、无为法才是妙。成就了妙真如性的全体功德，就叫做成妙功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圆正法界。观世音菩萨正即真如，所以他明白一真法界性，具足十法界，一正本融通，生佛非殊智。这意思是说，从一真法界摄用归体的角度来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娑婆世界，乃至我们至恶的众生，它都是一味平等，无有差别，当体不二。说当体不二，那还不够圆满，更应该说当下不二。所谓当下圆明，无欠无余。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一念心性具足了理具事造2重3千，不但是心具，更是色具；不但是理具3千，更是事造3千。这个3千的意思是说，十法界的一切一正二报，
也就是万法的意思。这样子讲，可能诸位菩萨还听不明白，那我们就用刚才说的依正本融通，生佛非殊智来解释。所谓依正本融通，依正就是指依报与正报。以我们人法界来讲，正报就是我们人，依报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一颗地球，乃至山河大地。融通就是平等不二、同体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正报的人与依报的山河大地是同体不二。这样说起来，诸位菩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正报就是正报嘛，依报就是依报，怎么人跟山河大地会是同体呢？当然，诸位有这个疑惑，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疑惑。这个疑惑你不把它打破，你就很难了生死。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娑婆世界这个依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娑婆世界是我心外的秽土，所以我们的道心发不起来，我们很难真正的去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好像所有的烦恼习气都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所有的烦恼习气都是这个娑婆世界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娑婆世界带给你烦恼习气，而是你的烦恼习气创造这个娑婆世界。心净国土净，心慧国土慧嘛。同样的，也因为我们认为极乐世界是我心外的净土，距离我们好远好远，所以愿生西方净土中这句话，你说的一点都没有信心。佛道无上誓愿成的菩提愿，我们都畏缩而不敢承当。其实你要是真正明白了一念心性具足了3000诸法的道理，那有什么烦恼习气是断不了的？无上佛道有什么是不可以求的？你会真正发出勇猛道心，彻底的改变自己。娑婆与极乐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就看你怎么选择。当然，山河大地与人，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乃至极乐世界是一个清净庄严的净土，而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这之间为什么能够画上等号呢？因为这一切无量境界的差别相都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是有为法，但是在这个有为法当中有一个不生灭的，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性体清净心，所谓的中地之法。诸位菩萨过去在听开示的时候，应该都听过了很多清净心的道理。可能会有人有疑惑，这个清净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是空还是不空呢？偶益祖师说得很妙，中地即真如门中不空义也。之前在讲性体时提到，这个性体是离四句绝百非。什么叫做离四句？这个意思是说，你说这个性体是有，
也不对，空也不对，非空非有也不对，亦空亦有也不对，而是离开空，离开有，离开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的那个有，绝对带的有，把空有都把它空掉的那个有，才是性体，才是真如门中的不空义，也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一念心。难怪优溪大师会感叹地说：“得意为言，即性具是性体性量。”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正德的性体，究竟的佛法。